嗨，大家好，我是朵娜，欢迎回来我们的频道。在上一集，我跟大家分享了大致关于纳迪耶的基础讯息。那么这一集呢，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当我坐进那个解读场域的时候，我到底经历了什么？那一开始，其实我自己也非常的好奇，我一直在想，到底是谁可以去解读这一些纳迪耶的讯息？后来我才知道，原来真正的纳迪叶解读师，他们其实需要经过一段非常长时间的学习还有训练。那据说呢，在一句古老的诗歌里面，它其实就蕴藏了非常多的讯息在里面。因此，这一些内容的解读还有解码，其实非常仰赖这一些解读师他们的诠释能力还有解读风格。那同时呢，他们也必须非常熟悉古印度占星学，还有指纹分类以及整个纳迪叶的核对的流程。因为纳迪叶最特别的地方在于，在你找到你的叶子之前，其实解读师根本不知道你是谁，他只是透过你的指纹来寻找你的纳迪叶。那当你找到你的纳迪叶之后，它也只是如实的替你去解读叶子上面的讯息，而不是透过你私人的资讯来替你算命。而这一次，我与我自己的纳迪叶相遇，是透过蒂芙雅学院来为我安排后续的线上解读。这其中包含了像是与解读师的联系，还有解读时间的安排，还有翻译师的媒合。所以我非常的感恩他们为我所带来的一系列的服务还有安排，因为这一切都是如此的顺利而且清晰。而这也为远在台湾的我们去提供了一个更安全而且更有效率的解读选择。那首先呢，纳迪叶它其实是总共分25个篇章，那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人生总论。如果你想要解读纳迪叶的话，你必须要先解读你的人生总论之后，才可以陆续去打开其他的篇章。其他的篇章还包含像是灵性篇、业力篇、婚姻篇、健康篇等等。那比较有趣的是，这些圣哲呢，他也会在人生总论的页子上特别的去提醒你，你接下来可以继续为你自己打开的是哪一个篇章。所以如果你读完了人生总论之后，你不知道接下来要打开哪一个篇章，也许你可以去听看看圣哲有没有特别想要告诉你什么样的讯息。那现在让我们回到开始解读之前，我们需要准备些什么？那在你完成报名之后，举办单位呢，他会去邀请你在一张白纸上面去盖上你的大拇指的手印。那女生是盖左手的大拇指，那男生是盖右手的大拇指。为了使你的指纹是非常清晰而且好辨认的，你在盖的时候要尽量避免去转动你的手指。原本主办单位呢，他会希望我盖5个指印，我相信他们是为了要在里面去选择一个最清晰而且最清楚的指纹。但因为如果你一开始就盖得很清楚的话，其实后续你是不需要再多盖的。而盖指纹的原因呢，其实是因为这些解读师他会根据你的指纹特征去找到相对应的叶子分类。也就是说，在真正找到你的叶子之前，解读师他除了你的指纹之外，他对你其他的讯息其实是一无所知的。那甚至他不知道这个指纹到底是谁的。那另外，在正式开始解读之前，你还必须要去准备一个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资料，就是关于你的家人、伴侣、合伙人，或者是你生命当中重要的人，他们的姓名的英文拼音。那这些讯息呢，你不需要给任何人，你只需要留在你的身边，因为在寻找纳迪叶的时候，你就可以快速的透过这些讯息来核对属于你的叶子。到了正式线上解读的那一天，主办单位呢，他会跟你大致的说明这个解读的流程，同时他会为你安排一位翻译师。那这一次呢，我被安排到的是一位来自马来西亚的翻译师，中文和英文他都讲得非常的清楚。那在整个解读过程当中，如果你有任何不确定的地方，或是你不知道要怎么回答的话，你都可以用中文先去询问翻译师，因为他会去依照过去他解读的经验来建议你要怎么回答。那会需要翻译的原因是因为解读师呢，他是来自于印度受过纳迪叶解读训练的老师，虽然解读师讲的是英文，
但是呢，它其中还包含了很多古印度还有占星领域的一些专业用语。那透过翻译师的重复中文说明，其实整个解读过程会变得非常的顺利，而且是非常清晰的。那正式开始进行到第一个部分呢，就是寻找你的纳迪叶。那每一张纳迪叶的正面或者是正反面都是记录一个人的人生讯息。那解读师呢，他会从第一捆叶子开始，那一捆叶子里面有非常多张的纳迪叶，他会由上而下的一张一张的问你问题，像是他会透过询问你父母的名字、职业或是婚姻状态，有几个兄弟姐妹，你孩子的数量，还有你孩子的年龄，那你只要回答是或否，或者是不知道就可以了。除此之外，更多的讯息你是不需要去提供给解读师的。那在这边呢，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如果有一些问题你是不确定答案的，你可以回答不知道，因为如果你太快去否定这个提问的话，你可能会因此去错过了真正属于你的叶子。但我自己的经验是，解读师呢，他其实会非常的仔细去重复确认同一片叶子上的讯息是不是属于你的，所以其实你也不需要真的很担心会去错过自己的叶子，除非你自己去刻意隐瞒一些事实，那这时候你可能真的会错过自己的叶子。后来我自己有发现一件事情，解读师他很有可能会一直不断的重复性问你一样的问题，比如来说，他会问你已经结婚，或者是你有一个小孩，诸如此类的问题。那他会这样重复的去问一样的问题，是因为每一张纳迪叶所记载的讯息不同，它只是根据叶子上面所呈现的讯息来询问你，来去核对这张叶子是不是属于你的。而我自己呢，感觉到最震撼的是有一段，其实在寻找叶子的过程当中，在第一捆的叶子里面有一张叶子，它里面的讯息几乎跟我的现况是99%吻合的，甚至连我老公的名字、工作、状态全部都对上了。但最后呢，却有一个关键的资讯是不符合我的现况的，所以呢，那张叶子就不是我的。所以，当我们在找寻纳迪叶的时候，不是那一张叶子像你现在的人生就可以了，而是必须那一张叶子里面的讯息要100%的去吻合你的人生。那在寻找整个叶子的过程，我大概花了1个多小时，最后解读师终于在第二捆叶子找到属于我的那一张。从父母、伴侣，还有所有跟我有关系的人的名字、工作，还有关系状态，全部都吻合。就在找到我叶子的那一刻，心情其实有一点难形容，因为你突然会感觉，真的有一张叶子在很久很久之前就已经为你写下你的人生轨迹。那接下来呢，才是真正进入到第二个部分，就是纳迪叶的解读。那从这里开始，其实你就不需要去回答是或是否了，你可以请主办单位为你进行录影，因为后面的资讯量其实非常的庞大，我整整解读了2个小时左右。如果你没有去录下来的话，有很多琐碎的细节，其实你会非常难记住的。那在一开始的时候，解读师他会先念诵一段祈祷语，之后呢，就会开始正式的为你解读你的纳迪叶。解读师在一开始会先告诉我的指纹类型。那据说呢，在纳迪叶的系统里面，其实有非常多不同的指纹分类，而每一个类型呢，其实都代表着不同的生命倾向以及灵魂特质。他说，我的指纹当中有4个点。那这4个点呢，就是分别预示着4件事情。那第一个点呢，预示着我会诞生在一个好的家庭，并且有一个好的信仰还有信念去支撑我。那第二个预示的点是，我会拥有一个好的人生，我的人生在很多方面都可以多元的开展，而且最后可以得以圆满。那第3个点呢，说明着我有来自宇宙还有各方神明的直接祝福才降临到这个世界上的。第4个点呢，就揭露着我的灵魂此生是带着一个非常强烈的意图才诞生到这个世界上的，因为我是需要透过服务人们来完成这个灵魂使命。那我有着神明的祝福，特别是来自湿婆还有佛陀的祝福。
那接着呢，解读师就会开始非常详细的说明我的出生的星宿。在古印度占星学的系统里面，其实每一个人的出生都会对应到不同的星宿还有行星排列。而古印度占星学有别于西方的占星学，是因为他们看的特别是月亮。那另外其他包含像是太阳、水星、木星、火星等等，落在哪一个星座，解读师都会非常清楚的告诉你。而我出生的星宿是无低轮。那这些呢，就是在预言里面我出生当天的星空的星象。那在这个星空底下，圣者口须卡就为我写下关于我人生总论的这一首诗歌。接下来解读师就开始讲述我的特质还有我的生命功课。他说我是一个非常有力量的人，多才多艺，内在纯净，有慈悲心，受到他人的尊重，而且是具有很强的灵魂独立性还有领导能力。但同时呢，他也提醒我一件事情，虽然我的分析能力还有判断力是很好的，但是呢，只要当我心性不够稳定的时候，就会陷入一种犹豫、钻牛角尖，甚至是过度执着的状态。所以纳迪叶上面特别提醒我，维持思绪还有内在的稳定，会是我此生最大的课题。因为当我内在稳定的时候，我所做出的选择就会开始对齐我真正想要完成的人生。那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并不是用一种批判的方式在说这些事情，他比较像是用一种很平静而且是很温柔的提醒，就很像有人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来一次看尽你的人生轨迹之后，他会告诉你，你现在就可以为自己多留意的是哪一个面向。接着呢，就会开始进入到健康的部分。解读师非常明确的去指出有几个我需要特别去留意的器官还有身体的部位。那很神奇的是，这些器官还有部位其实的确是我现在在健康检查当中一直不断被提醒需要多注意还要多追踪的地方。但他同时也告诉我一件事情，就是这些讯息呢，并不是为了让我恐惧，而是让我可以开始提早有意识的照顾自己。解读师的这一段说明，我其实非常的喜欢，因为真正高频的讯息，意图从来就不是要让人恐惧，对吗？而是要让人更有意识的活着。那在讲完健康之后呢，就进入到了讲述父母的环节。他很清楚的去说出了我父母的名字、工作以及我们之间的关系状态。那在这边呢，其实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好像在古印度的系统里面，父母的灵魂呢，似乎会在不同的层面上面去给予孩子不同面向的祝福。比如他说，我的爸爸给予我的祝福是比较偏向人生的稳定还有富足，而妈妈给予我灵魂的祝福是比较偏向多才多艺还有灵性方面的感受还有成长。但同时他也告诉我，我的生命剧本当中本来就带着从小要经验分离的课题，但是那一些分离的学习呢，不是为了要惩罚我，而是为了让我可以长成现在的自己。那讲完父母之后呢，就开始进到兄弟姐妹的环节。虽然解读师并没有直接去说出他们的名字，但是却非常清楚地描述出他们的工作、婚姻状态以及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那在这个地方，他提到了一件让我非常非常有感触的事情，因为他说，我跟我姐姐之间有着一种很深很深的灵魂渊源，我们彼此其实都是在灵魂层面上面互相的支持还有给予，所以这也再一次印证了，有些家人之所以会成为家人，真的不是偶然或者是随机分配的。其实在兄弟姐妹这边呢，纳迪叶上面还给了我一个蛮惊讶的预言，但是我相信那是给予我成为无条件的爱最美的提醒。之后呢，就开始进入到婚姻的部分。解读师开始说明另外一半在我生命当中所扮演的角色，那未来在婚姻当中的一些隐形课题还有挑战，以及彼此之间的能量关系。而综合以上比较有趣的是，他一直不断的重复出现一句话，这句话就是因为你的福报很大，所以你还有你的父母还有你的另外一半都会有长寿的一生。其实后来我发现纳迪叶里面有很多内容都不是单纯在预测一件事情，
它比较像是在告诉我说，你过去还有现在所累积还有创造的能量，会如何的延续到你生命当中的其他人身上的那一种感觉。接下来真正让我进入到情绪波动比较大的部分，是关于我的孩子。那因为解读师在一开头就说，你孩子的诞生对你而言是一份祝福，他会带你进入一个你从未想过的世界。当他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我真的非常震惊，因为这句话我曾经一字不漏的从我的嘴巴里去告诉过别人。所以就在那一刻，我意识到一件事情，我真的有用心去感受这一趟旅程当中所带给我的感恩。同时解读师也告诉我，我的孩子在其他的时空里依然是我的孩子，而在这个平行时空，我的孩子天生听损，其实是跟我过去的某一世尚未平衡的业力有关。解读师非常详细的去告诉我是哪一世的业力，那这个业力是如何产生的。那在这边我就不赘述了。因此呢，我们在这一世，我跟我的孩子再次选择相遇，一起去完成这份学习、平衡还有业力的转化。其实老实说，我听到这些的时候，心里其实是很平静的，因为当我觉醒之后，一路走到现在，我早就已经不再执着于为什么他的耳朵会这样，我是深深的相信还有去体会生命它想要透过这件事情带我学会什么。然而我比较惊讶的是，解读师他提到，在2029年之后，孩子听损的状态很有可能会去迎来一个新的转变还有治愈，所以他请我持续的陪伴还有观察。那在这里我充满感恩的是，当我放下那一种想要控制、想要修复或者是想要改变什么的念头的时候，我反而才真正的去开始意识到，生命真正的奇迹很多时候都是在放下控制的时候才慢慢开始发生的。那在纳迪叶最后的解读过程当中，才开始真正的去进入到我未来的人生轨迹。解读师很明确的提到，从2027年到2040年这段时间将会是我生命当中的黄金时期。这段时间呢，我会逐渐的走向精神还有物质都非常丰盛的状态。他说，你的事业是受到神的祝福的，甚至提到，我其实不管做什么事业，事业本身从来就不是我生命当中的问题或者是议题，因为我真正的事业核心其实一直都是服务灵魂。而我现在正在做的灵性工作，包含像是用声音引导、分享，或者是陪伴灵魂觉醒还有成长，其实这都是我灵魂任务的一个部分。解读师也提到一件事情，他说在这个服务灵魂的整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也正在帮助我自己去平衡那一些其他平行时空当中尚未去完成的业力。所以孩子的诞生在某一种程度上来说，就是为了把我真正带进灵性的这一条道路上。接下来解读师提到一个让我很震撼的事情，就是他说我未来的事业有机会去拓展到海外，那甚至呢可能会得到政府层面的支持还有协助。而我会感到震撼的原因，是因为其实这一些事情在我过去的时间点当中早就已经知晓了，但是现在从其他的管道再一次的听见还有被验证，让我觉得很不可思议。那与此同时，他也提醒我，我现在所做的一切都需要一步一脚印的去落实，因为真正的使命从来就不是一瞬间去完成的。最后圣者口须卡透过解读师留了一段话给我，他说，我亲爱的女儿，你在一个非常恰当的时间点来打开了你的纳迪叶。你出生的星宿是深受师婆祝福的星，你将持续受到众神的庇佑还有支持。就像你过去的人生其实并不顺遂，但你总能面对与解决。所以未来即使经历起起落落，也请不要害怕。当挑战出现的时候，不要逃避，去面对它，去跨越它。去用心看见这些经历的背后，真正想要教会你的事情，你一定能够迎刃而解的。在解读完人生总论之后，我更确定的是，纳迪叶他不是在算命，他也不是在协助你如何趋吉避凶。我感觉到的是一种灵魂生命蓝图的阅读还有提醒，就像是父母对于孩子那样无条件的爱的能量。
那今天的影片也差不多来到尾声了。我最后想要分享的是，其实在解读完纳迪叶之后，我花了一些时间，静静的用一个观察者的视角来观察自己的内在状态还有反应。我发现我自己并没有因为这些因果业力的内容感到恐惧，也没有因此而感到自满。我没有把我自己的生命蓝图依附在这一些灵魂的预言上面，因为对我来说，纳迪叶它其实更像是一面镜子，它让我更清楚地看见我是带着什么样的频率而来，现在正在经历什么样的课题，以及我的生命可能朝向什么样的方向前进。但它并不是要我放弃自己的灵魂主权，把我的人生交给预言。就像我过去一直跟大家分享的，所有的可能性其实早就已经存在于零点场之中，而在宇宙如此庞大的几率云里面，我们究竟要如何成为生命真正的创造者？我们如何透过自己的选择、意识、语言频率还有行动来去显影出那个我们真正想要成为的自己？这件事情反而是让我感到兴奋而且投入的，因为真正重要的从来就不是未来会发生什么，而是当未来还没有到来之前，我们是否就在此刻愿意开始活出那个频率，对吗？感谢今天大家的陪伴，希望今天这支影片能够带给你更多关于纳迪叶的了解，以及一些不同角度的灵性启发。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我诚挚的邀请你帮我按下喜欢还有订阅，并分享给你身边对于纳迪叶感兴趣的朋友。那我是朵娜，我们下周见，拜拜。